央视曝光，这种读文具仅5克就能读晕孩子，开学了一定要小心。为了激发孩子读书的兴趣，现在的文具五花八门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它们不仅仅是文具，还成为孩子的玩具，让现在的大人看了都羡慕不已。但就是这些让孩子爱不释手的文具，可能成为健康的杀手，为癌症、白血病等绝症埋下伏笔。早在315晚会上，央视就曝光了一批毒玩具，仅5克就能毒晕孩子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毒玩具就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小卖部和网店中，让人防不胜防。5颜6色的荧光笔。当上课讲到重点知识时，学生常常会使用荧光笔来突出重点。荧光笔的好处在于鲜艳显眼，复习时能马上找到重点。5颜6色的荧光笔不仅能够提高学习效率，里面的香味还能让学生心情愉悦。殊不知，危险就潜藏其中。荧光笔之所以有如此鲜艳的颜色，是因为添加了大量荧光粉。很多不良商家在荧光笔里面添加了汞和苯等重金属，孩子长期使用吸入这些化学物质，很可能导致苯中毒。而美国癌症协会发现苯和白血病之间高度关联，吸入过量容易导致恶心头晕，更为严重的会昏迷死亡。中国科学院曾挑选市面上的4种荧光笔进行检测，最后发现这些香味荧光笔中竟包含10种有毒物质，其中的丙烯腈会让孩子产生头疼、呕吐和疲倦等症状。孩子每天用这样的荧光笔勾画重点，简直是与毒同行，身体极易出问题。家长要尽量叮嘱孩子少买荧光笔或者不用荧光笔。品质再高的荧光笔中多多少少都包含化学物质。家长和学校可以说服孩子使用红笔、蓝笔等来代替荧光笔做标注，并且尽量少选择香味荧光笔。可爱的橡皮擦。橡皮擦是孩子从1年级到6年级的必备文具，这几年橡皮擦也不断更新换代，由原来无味的长方块变成有香味的可爱小动物。孩子对这样好看又好闻的橡皮擦可以说是毫无抵抗力，写作业时常常拽在手里不肯松手。但官方检查中发现，抽检的40批橡皮擦中有37批都有增塑剂，超标量高达1080倍。特别是颜色鲜艳和模样可爱的橡皮擦。孩子的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，对各种事物也很好奇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将橡皮擦凑近鼻子闻，还会放进嘴里啃咬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增塑剂在体内堆积会损伤孩子的肝脏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影响身体发育和成长。严重的话还会致使男孩未来无法生育，导致女孩性早熟。为了避免毒物堆积，家长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比如写作业时姿势端正，禁止口鼻离橡皮擦太近，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。家长在为孩子购买文具时，要避开有香味和颜色鲜艳的橡皮擦，尽量购买带有聚乙烯和橡胶类材质的橡皮擦。速干涂改液。在写作业时，学生难免出错，这时涂改液就发挥了它的特长。涂改液可以迅速挥发变干，修正错误，它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和文具店中屡见不鲜。但央视早在2014年的315晚会上就曝光过涂改液的相关问题。检测机构在文具店和网店上购买了20多种涂改液，这些涂改液挥发的物质中含有2氯甲烷和2甲苯等等有毒的化学物质，苯的残留量超标了400多倍。刺鼻的味道同样会伤害人体的呼吸道和眼睛。孩子长期使用涂改液会出现食欲不振和反应迟缓等中毒反应，长期如此很可能会致癌。研究人员还对抽查的涂改液进行进一步的实验，观察涂改液对果蝇和小白鼠的反应，由此发现它对孩子的危害程度。实验结果发现，涂改液会让果蝇出现不同程度的昏迷，让小白鼠记忆下降。学生使用超过5克的涂改液，累积之后就会出现上述症状。若涂改液不幸入口，孩子会出现恶心呕吐，导致肝脏受损，严重的还会引发白血病。涂改液还存在一个隐患，就是它属于易燃易爆物品，遇到明火时会燃烧，密闭空间下还可能引发爆炸。
直接伤害孩子。实际上，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完全不需要用到涂改液，小学基本使用铅笔和橡皮擦，初高中的正规考试也禁止使用涂改液，孩子完全可以养成习惯。孩子使用涂改液之后，不要用手揉搓眼睛、嘴巴和鼻子，最好是及时洗手，将手中的化学残留物洗净。4. 塑料书皮和笔袋。一年一度的开学季，学生领了新书后，通常会包书皮。这些书皮十分便宜，在学校小卖部只需要1-2元，最贵的不超过5元。这些塑料书皮和笔袋会有一股塑料味，很多家长觉得放几天味道淡了就能继续用了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背后的安全隐患。孩子们购买的这些塑料书皮和笔袋，大多数都属于三无产品，虽然价格便宜，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有毒。上海检测机构抽检的30批样本中，25批次都不合格，存在增速剂超标的现象。央视抽检的结果也发现，这些塑料制品中含有大量的甲醛。我们都知道，新家装修完成后，家中会有甲醛，需要找专门的除甲醛机构，否则就要开窗通风好几个月才能消除甲醛。但这些塑料书皮和笔袋基本是跟孩子形影不离，甚至贴身接触。孩子的抵抗力本就脆弱，化学物质会降低孩子的免疫力，增加患病风险。家长可以使用废旧纸张和杂志来为孩子包书皮，不仅安全放心，还环保。如果是塑料书皮和笔袋，家长最好防止在通风处，等甲醛消散后再使用。5. 无处不在的盗版书。如今盗版猖獗到已经是无处不在的程度了，家长为了省钱会在各种平台购买盗版书，这样贪小便宜的行为很可能害了孩子。盗版书之所以价格低廉，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劣质的纸张和油墨，其中包含一些重金属。检测机构发现，市面上盗版书的铅含量是正版书的100倍。孩子每看一页盗版书，就是在吸入重金属。这些重金属不慎入体后，会阻碍血细胞的正常繁殖，最后还会影响大脑发育，导致智力低下。而且很多盗版书印刷十分不讲究，不仅字体模糊有重影，字还很小，孩子需要凑近才能看清，长此以往，孩子近视的风险会随之增加。盗版书还侵犯了作者和出版社的知识产权。家长应该从小引导孩子尊重他人劳动成果，而不是为了贪小便宜就损害他人利益。家长在购买图书时一定要货比三家，选择正规渠道来购买。如果图书出现重影和印刷不清楚时，要及时退换。6. 雪白的作业本。作业本也是孩子不可或缺的文具用品，正常的纸张应该是偏黄的，但市面上大多数作业本却是白的，有的作业本甚至雪花花一片。不明原因的家长通常给孩子买白的发光的作业本，认为这代表品质好。这些作业本很可能添加了过量的荧光剂。检测机构抽检的115份样本中，只有88份合格。不合格的产品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泛蓝光，这会影响孩子的视力，荧光剂还会顺着皮肤伤害孩子的内脏。其实孩子选择纸张柔和偏黄的作业本反而更好，不仅可以保护视力，安全隐患也会大大降低。当然，市面上还有一些带有香味的作业本，孩子最好不要选购，以防吸入更多化学物质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带香味的圆珠笔，它们大多数含有甲苯和二甲苯，这同样会造成免疫系统受损和造血功能低下。家长在选购文具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产品的成分，凡是没有标注成分、厂家和生产日期的一律不要。这些三无产品危险系数更高，家长尽量给孩子在正规渠道购买文具。文具重在实用，而不是重在颜值和味道。纠正孩子这样的偏好，可以从源头上少很多危险。现在的文具用品数量和种类繁多，又薄利多销，家长在选择时要擦亮眼睛。这些文具无孔不入，家长不可能时时防范，但家长可以给孩子养成爱洗手的好习惯。正确的洗手可以除去手上大多数细菌和化学物质，防止病从口入。结语：市面上大多数文具都可以以香味为卖点，
但文具不会平白添香，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含有重金属和化学物质。这些化学物质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会影响正常的身体发育，轻则出现中毒现象，严重的则会引发癌症和白血病等绝症。当孩子将文具拽在手里不放时，家长要及时检查文具的安全性。学校对此也要格外注意，可以为学生统一购买橡皮擦和作业本等必备文具。相关部门同样要加强对毒文具的检测和处罚，打击不良商家，让文具回归正常。这些毒文具的曝光是在提醒家长，最普通平常的玩具可能成为孩子健康的杀手。